起学，就像朋友一样。厨房里的笑声特别忙，镜头记录每个好时光，香气飘进每个人心房。大家好，又是我肥肥。今天我要来分享发酵榴莲巴丁鱼的食谱。看完这一集影片，你就能轻轻松松煮出好吃的发酵榴莲巴丁鱼。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请订阅我的频道哦，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每逢星期一、星期四都会有视频更新哦，请多多关注。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发酵榴莲巴丁鱼所需要的材料。巴丁鱼450克，发酵榴莲酱100克，姜花1个，大概28克，阿桑片2片，大概6克，黄姜13克，大辣椒20克，小辣椒12克，越南香菜18克，白糖2茶匙，盐半茶匙，清水500 ml。我们把黄姜、大辣椒还有小辣椒，还有我们的tempoyak，也就是发酵榴莲，倒入搅拌机里，然后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这个清水你们就拿刚才准备好的500 ml 的清水，加一部分进去，不需要很多，只要搅得动就可以了。我们把搅好的辣椒糊倒入锅里，哇，很美哦，它的颜色。然后我们就把刚才剩下的清水加完进去。我们用中小火把这个tempoyak酱汁煮滚。当这个酱汁开始微微的滚了，我们就可以把阿桑片、姜花还有 daun kesum， 也就是我们的越南香菜放下去。我们继续用中小火让它慢慢的熬煮一个5分钟左右，让这些材料出味。当这个酱汁已经煮了5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把巴丁鱼放下去。这个巴丁鱼已经洗干净，然后切成块状了。如果你们要用其他的鱼也是可以的哦，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直接把白糖还有盐全部倒下去，然后用小火慢慢的焖煮这个鱼至熟，大概煮一个8分钟到12分钟左右，鱼就会熟透了。我们不要用太大的火去煮这个巴丁鱼，因为巴丁鱼油脂丰富，太大火的话，鱼肉很容易就会散掉。因为每一个人自制的tempoyak酸度和咸度都不一样，所以调味料方面你们可以自行调整。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榴莲的味道不是很重的话，你们可以再加那个tempoyak，可是调味料你们就要改一改哦。大家记得越南香菜和姜花一定要放的足够多哦，因为这2个食材就是这道菜香气的来源，放太少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当巴丁鱼煮了1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试试看它熟了没有。如果很轻松就能吃进去，就代表它已经熟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上碟了。
吃巴丁鱼前，先来个温馨提示吧。每个人自制的点波鸭酸度和咸度都不一样，所以在调味料方面，你们可以自行调整哦。巴丁鱼油脂丰富，所以不适合用大火去滚，否则鱼肉容易散开。我们只需要用小火慢慢的煮8到12分钟就可以了。姜花和越南香菜一定不能少放，因为它们是这一道菜重要香气的来源。下课，吃发酵榴莲巴丁鱼喽！完成喽！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发酵榴莲巴丁鱼。巴丁点波亚发酵榴莲巴丁鱼是马来西亚彭亨州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之一，也是许多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经典家常菜。新鲜肥美的巴丁鱼与发酵榴莲酱一起慢火炖煮，再加入辣椒、黄姜等香料，汤汁浓郁金黄，散发出独特的酸香与榴莲发酵后的浓厚风味。鱼肉细嫩鲜甜，入口即化，与酸辣浓郁的酱汁完美融合，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虽然点波亚的味道十分独特，但只要尝过一次，往往就会爱上这道充满马来西亚风味的经典佳肴。今天的发酵榴莲巴丁鱼非常的成功，虽然听起来怪怪的榴莲煮巴丁鱼，可是吃起来却非常的好吃哦。它的酱汁很浓郁，酸酸甜甜的。虽然说用榴莲来煮它的酱汁，可是吃起来榴莲味不是很重，反而吃到那个越南香菜呀，还有姜花的香气，非常的好吃哦。巴丁鱼呢，它的肉非常的滑嫩，又细又滑，很好吃。如果你们吃不惯巴丁鱼，你们要用别的鱼也是可以的哦。发酵榴莲也就是点波亚，你们在榴莲档口或者在有族同胞的菜市场里都可以买得到，一罐一罐的。因为每一个人自制的点波亚酸度和咸度都不一样，所以你们在煮这一道佳肴的时候，下的调味料你们可以自行调整，调到适合自己的口味。今天的发酵榴莲巴丁鱼成功，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分享满意吗？满意的话，请帮忙点一个赞，还有多多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哦。如果看了视频，喜欢我们的视频，喜欢我们的频道，可是又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请帮忙订阅一下哦。分享食谱与美食，轻松在家做料理，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留言、订阅和分享哦，谢谢大家。厨房里的笑声特别忙，镜头记录每个好时光，香气飘进每个人心房。快乐料理其实很简单，厨师菲菲负责教学，摄影师菲菲负责拍摄，一边蛀牙一边分享快乐，让美味变得